老爷，妾身没有那个意思，妾身只是……行了，我什么都给了你，在这座府里，若是连眼下这点尊严都保不住，我要这文国公府又有何用？什么叫什么都给了我？莫非他在后悔什么？收还！夫人有何吩咐？明日你去打听打听朝堂上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有，再查查老爷这么晚回来是去了哪里，都见过什么人。夫人放心，奴婢天亮就去。难道是白鹤然动了什么手脚？哟，大姐今儿有功夫来看望祖母了。四妹妹说笑了，祖母一直是我心里最敬重的人。昨天五妹妹抄女则，我还同她一起抄了心经为祖母祈福。不知四妹妹愿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呢？如果你不一起，那就是对祖母不孝。五妹妹，不能这样说话。四妹妹怎么会没有孝心呢？有孝心就去抄心经啊！我们已经快抄完了，明天就要拿给祖母。四姐，你可要抓紧，今晚怕是不能睡了呢。母亲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阿冉来了，母亲昨天准备了礼物给你，可惜你没在家，不知道那些东西你喜不喜欢。有珠宝首饰收，自然是欢喜的。如果母亲下次能将东西换成银票送给我，我会更开心。看来二夫人的马屁是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妹妹那天也是送的首饰吧？不知道阿冉有没有把那6只镯子换成银票呢？没有呀，那6只镯子我很喜欢，我喜欢的东西怎么可能卖掉换钱呢？哎呀，我这样说会不会得罪母亲呀？母亲以后该不会给我小鞋穿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跟惊鸿一样，都是母亲放在心里疼的孩子。那就好，我还真怕母亲恼羞成怒，派2个丫鬟趁我睡着的时候，把淬了毒的针一根一根扎到我的背上。大姐姐，你说那样是不是会很疼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就好。哦，刚刚听你们说要抄心经给祖母祈福，好像还要强迫四妹妹一起。对呀，我跟大姐姐都抄了，她不抄就是不孝。还有你，理应一起抄，不抄就是不孝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咱们府上孝不孝顺是靠抄心经来判定的。那红姨娘和母亲有没有一起抄呀？呀，还真没有。二夫人，要不咱们今晚也都别睡了，一起抄心经吧。咦，二夫人的眼圈怎么是黑的？昨晚没睡好吗？也是，老爷每次去我房里，二夫人都是睡不好的。那今晚二夫人可是要继续熬着，咱们得抄经书呢。母亲，花颜还是个小孩子，小孩子说的话怎么当得了真？所以真真不需要去熬夜抄心经了。那孝心如何表？表孝心可不是只靠抄经书这些虚的，真正的孝心得表现在实处。比如母亲每日奉茶，再比如我将皇上赏赐的桃子留给祖母，红姨娘和四妹妹将娘家送来的新鲜葡萄奉给祖母。你们觉得祖母是喜欢吃皇上赏的桃子和皇上运来的葡萄，还是愿意看你们抄的歪歪扭扭的心经呢？好想去问问祖母呀！那还等什么？还不赶紧进去？走快一些，别耽误了母亲给老夫人奉茶。我又哪里做错了？老夫人怎么把大哥送的兰花换掉了？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手还没好呢。母亲恕罪。行了，放下吧。老夫人，叶府来人，说是要见二夫人。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白家人如此欺辱我，总算有娘家人来给我撑腰了。快请人进来。
请进来吧。是。不知是大舅舅来了，还是二舅舅来了，亦或是两位舅舅一起来了。惊鸿许久未见舅舅们，心中甚是想念。我也好想舅舅，从小舅舅就疼你们，舍不得你们受半点委屈。你们不回去探望，他们自然是要来看看你们的。叶家人别的不会，就会进宫告状，一个比一个不讲理。今天要真是来给他们撑腰的，可有一场闹的。你怕吗？哼，有本事就弄死我！只要弄不死，我就一天不让他们痛快。好戏开演了。万嬷嬷，不是说舅舅来了吗？母亲，怎么是他来了？老奴给白老夫人问安，是叶家的万嬷嬷吧？从前甚少往咱们这头走动，这次到府上来可是有事？回老夫人的话，的确是有事，但这事儿是要跟我姑奶奶问的，或许不该叫姑奶奶，该叫您二夫人才是。现如今二夫人怕是不再把叶家放在眼里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不知万嬷嬷为何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可是有什么误会？不如随二夫人到福喜院去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误会说一说也就过去了。对，有什么事儿随我到福喜院说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上门即是客，哪有做人儿媳的带回去自己款待的道理？且听这嬷嬷的意思，像是对您有些微词。您如今是文国公府的二夫人，那这事儿就跟咱们文国公府脱不了干系。既然是文国公府的事，那就得摊在明面上，大家一起商量。的确如此。在哪里讲都是一样的。老奴今日过来，就是想问问二夫人，昨儿个往叶府送的那些个礼是什么意思？虽说叶府出生的只是个数字，但那也是二老爷最疼爱的一个数字。您要是不待见、不搭理就完了，为何还诚心羞辱？什么礼？二哥的小妾生孩子我知道，但不过一个庶出，还没资格受我的礼。您说的没错，区区庶子入不了堂堂文国公府二夫人的眼。既然庶子没资格受您的礼，您不送就行了，为何要送那些个贱物去羞辱？那好歹是叶家的血脉，再卑贱也容不得您如此践踏。我什么时候往叶府送过礼了？不知我母亲往叶府送的是什么礼？哼，一篮子鸡蛋，2尺红布，1包点心，5个肉包子。我亲爱的嫡母，过去我真是误会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就是对我们家人不好，原来你对自己娘家人下手也这么狠啊！二夫人，你是不是没银子了？怎么这个月宫中的账面又空了？不对啊，这才月中，你把银子都使哪儿去了？红姨娘，你平日里处处与母亲针锋相对也就罢了，可现在有外人在，你就不能收敛一些吗？总该顾一顾咱们文国公府的体面。自己没脸就说自己没脸，拿文国公府说什么事儿？人家生儿子，你们给人送红布送包子，这就让文国公府有脸面了？红姨娘先消消气，其实大姐姐今日的所为倒是挺让人感动的。大姐姐将叶府的嬷嬷说成是外人，这说明她打从心里觉得白家人才是她的亲人，叶府人对于她来说早已经是外人了。你说这还不够令人感动吗？白鹤然，你是不是听到我大姐姐这样说，心里特别难受呀？怕她跟你抢嫡女的尊荣？大姐姐现在可是白家的女儿，正儿八经的白家嫡女，白家就是她的家，只有白家人才是她的亲人，你妒忌也没用。住口！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大姐姐，我说错了什么？你平常不是也说过我们是白家女儿，白家对我们来说是比叶家还要亲的地方吗？你还说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哎，别冲动，背地里你打死他都行，但绝不能当着外人的面。冷静一点，你不可以自己葬送了未来的希望。大小姐，吴小姐还小，不懂事，您大人大量饶了她吧。臣
这样的戏码我都等了10年了，今天终于开演了。狐狸终有一天是要露出尾巴的，还好今日没带小少爷一起来，他还小，可见不得这些打打杀杀的。姐，我服了，我真服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戏还没演完呢。一个从前不起眼的病女，如今轻飘飘几句话就能挑起这样的纷争，这小姑娘不简单啊！叶氏是2嫁，还带着2个跟前夫生的孩子，必须依仗娘家势力才能在夫家站住脚。她不至于送那样的礼物去故意激怒叶家。万嬷嬷，那些东西真不是我送的，我不可能拿那种东西去恶心娘家，更不可能用那些东西去下我自己的脸面。像我们母亲这般尊贵之人，不只是看不上叶家的庶子，对我们白家不也一样吗？您瞧，大小姐和五小姐都在主母身边长大，但一个嫡一个庶。大小姐被教养的优雅端庄，可五小姐呢，养的就跟闹着玩似的。把自己的女儿培养得如此优秀，却把我们白家的血脉养成了一个废物。叶氏是在用这种方法一点点葬送白家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哪里胡说了？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事实吗？还有叶姨娘，就因为她是妾，所以母亲瞧不起她，将她当奴婢使唤。因为你是亲生的，而我是庶出的，所以母亲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反过来把我养成这样，刚好能衬托出你的与众不同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二夫人，大小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五小姐昨天夜里发烧，怕是烧糊涂了。那就该浸到冷水里去清醒清醒，好好想想，若失去母亲和我的庇佑，你一个不得宠的姨娘生了不得宠的庶女，会有什么好结果？嘿，装腔作势，没有你们，我一样是文国公府的千金小姐，将来一样能嫁个好人家。就因为你不得宠，所以我也不得宠。现在你那位好大姐已经不管咱们了，你再不给我争点气，咱们这辈子都别想出头。万嬷嬷，二夫人对自家人都是如此，更何况是外人。她就是这样的人，心性使然，肯定不是故意针对叶家的。那老奴就将二夫人的原话带回去，至于老爷怎么思量，那就是主子们的事了。慢走。老夫人，老爷回府了，正往这边过来。老太太要是把刚才的事说出去，我和白心妍的关系岂不是要闹得更僵？母亲别怕，这么多年了，父亲对这府里孩子的态度咱们还不清楚吗？他要的不过是自己的兴旺发达，什么妾室子女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过。父亲今早不是还送来一副价值极高的丹青吗？他能舍得拿出来，说明他还是在意母亲，离不开母亲的。今日万嬷嬷说的，终归是我们跟叶府的事，白家管不着。惊鸿说的极是。怎么了？脸色这样难看，还出了这么多汗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老爷，父亲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？你这逆女又干了些什么？星妍，阿冉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她，会寒了孩子的心。母亲，咱们家从前一直都好好的，可自从这个逆女回来，每天都要生出是非，我还用分什么青红皂白？能将当家主母气成这样的，除了她还能有谁？那若真不是我呢？若真不是我，父亲可会跟我道歉？你想得美！逆女，如果你母亲有事，我要你用命来还！星妍，我生你养你，希望白家能在你手里变得更好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家再好，没有了亲情，那也不叫家。老爷真的冤枉二小姐了。父亲，刚刚叶家来的人好凶哦，吓坏珍珍了。叶家来人了。白心妍，众叛亲离的滋味也该你尝一尝了。叶家来了个嬷嬷，长得特别凶。她说母亲看不起叶府刚出生的庶子，送了不值钱的礼物，叶家就让那万嬷嬷过来训斥母亲。那个嬷嬷是不是姓万？对，是叫万嬷嬷。她怎么来了？你给叶府送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送啊！
一个庶子出身，我怎么会巴巴的给送礼？叶父实在是太冤枉我了。冤不冤枉，那都是你们叶家的事。星言，那万嬷嬷来兴师问罪，关阿冉何事？叶家人算叶家的账，跟你的女儿有什么关系？不管什么原因，我身为父亲，教训自己的女儿也没有错。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祖母别生气，父亲想教训就教训吧，反正这么些年白家人也都习惯了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父亲听不懂吗？为了叶家人骂白家人，你到底姓啥？混账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孩子是怎么生的你自己清楚，这种事还要拿出来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说。父亲，你不要脸也得给咱们留点脸。你，父亲别为难了，不想跟我道歉也行，那就做些补偿吧。我生你养你，你跟我要补偿，你又欠我多少？生是生了，但养我你可没花多少银子啊。父亲不想补偿也无所谓，不道歉我也不追究。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让父亲为难的。老爷，宫里又来人了，请江公公到前院厅堂坐吧。今日来的人不是江公公，是一位陌生的公公。莫非是他因昨晚的事向太后诉苦了？今日一早我给他送了丹青，已经服软了，他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，往上告状？老爷，不是我没往宫里递消息。不管来的是谁，先请到厅堂去喝茶吧。本国公这就过去。那位公公已经往这边来了，说是有东西赏给老夫人。这些年总听说国公爷在府里头过得憋屈，还以为是谣传，可没想到这事儿竟是真的。不但国公爷过得不好，连带着老太太也跟着受委屈。你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奴才给白老夫人问安。公公太客气了，快快请起。您是国公府的老夫人，奴才向您行礼问安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皇上听闻老夫人在府上日子过得甚苦，不但做不了主，还要处处看儿媳的脸色过活，心中实在难受，特让奴才带来些补养珍品，望老夫人好好保重身子，也好庇佑膝下子孙。老父谢皇上恩赏。皇上这意思是说，我给老太太脸色看，我让老太太过得不好。国公爷，真对不住，让您为难了啊！公公此言何意？赐婚那事主要是石殿下相中了二小姐，皇上又疼石殿下，说什么就答应什么，可偏偏忘了您府里还有太后的亲侄女在，这么好的姻缘给了您前夫人留下的女儿，那现在的夫人肯定是要给您小鞋穿的。二夫人，您可千万不要生国公爷的气，他真不是顾着给自己的女儿安排好姻缘，不疼您的孩子。这事儿您要怪，就怪石殿下。这我没有，都是石殿下非要娶二小姐，死活没看上您的大小姐，真不关国公爷的事儿。您消消气儿，可别跟太后说国公爷的坏话呀。要不让石殿下上门来求个情。江总管来时还提醒奴才，千万要将姿态放低，千万不能得罪二夫人，否则太后怪罪下来，不但会训斥国公爷，奴才的脑袋也不保。二小姐，您觉得奴才刚刚的姿态放得够低吗？公公已经很客气了，我也不会让父亲为难的。为了父亲不在母亲跟前受气，赐婚的圣旨我是一定不会接的。星言，如此大的福分，阿冉都可以不要，就只是为了让你过得好啊！你从前是怎么待他的，他现在是怎么待你的？谁对你好，你心里可得有思量啊！一时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寄人篱下也好，低声下气也好，男子汉大丈夫有舍才有得。我用暂时舍弃的尊严换文国公府未来的希望，总有一天我会将失去的尊严再一点一点找回来。奴才先告退了。我送您。
今儿怎么江公公没来啊？回二小姐，江公公脾气不好，他说怕自己对着文国公和那位二夫人时，实在摆不出低声下气的样子，这才换了奴才过来。二小姐，奴才演的还行吧？相当行了。多谢二小姐，奴才告退。二小姐，二夫人后来醒了，五小姐却闹了起来。后来老爷做主，让五小姐回到叶姨娘身边。二夫人急火攻心之下又晕了过去。老夫人心烦，便让他们各自回去了。这还只是刚开始，以后有他们的好日子。绝对是白鹤染那个小贱人做的。前天只有他出了府，叶家收到的东西肯定是他送去的。若早知道他回府后会带来这么多祸端，我当初拼着慈母的名声不要，也绝不会让他回京。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的人半路动了手，明明10几枚淬了毒的针都扎进去了，人也退下深不见底的山崖，他居然还能活着回来，且一点伤都没受，连毒都解了。母亲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吗？先不管这些，这样的事以后你千万不要去做。你的手必须得干干净净的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为你的将来多添一重保障，懂吗？那我们就这样算了。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？我会派人往叶家送信。那万嬷嬷是个精明的，想必应该明白东西根本不是我送的。如今我在白家过成这样，你的舅舅们绝不会坐视不管。至于咱们这头，且再等等，等去洛城的人回来再说。小姐，叶府收到的那些礼是不是你送的啊？对啊，是我好心送的。叶家好歹是二夫人的娘家，娘家哥哥生孩子连点礼都不送，这像话吗？你说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嫡小姐？明事理吗？二小姐实在是太明事理了，听你这个语气像是不赞同我的做法。奴婢是相当的赞成。自从二夫人入府，被人气到晕倒，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，奴婢觉得特别过瘾，有一种恶中于有恶报的感觉。这点报应对她来说远远不够，咱们走着瞧，看看是我魔高一尺，还是她道高一丈。二小姐，按着您的说法，二夫人是坏人，那您才应该是道，她才是魔。是这样的，在这座府里，我必须成为一个魔鬼，才收服得了他们那些魑魅魍魉。墨雨，我这个解释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对了，二小姐，叶氏的寿辰快到了，这可是文国公府每年一度的大事啊。这算起来，离今年的寿辰也就只剩下5、6天光景，府里怎么一直没动静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家二小姐一回来就整出这么些幺蛾子，怕是二夫人自己都把这寿辰的事给忘了。咱们文国公府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当家主母过寿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糊弄过去？得好好张罗才是。只有办得好，办得隆重，方能彰显我们文国公府的实力。小姐要给二夫人张罗寿宴，对，我身为白家最孝顺的嫡女，这种大事自然是要主动为长辈分忧的。明天我就去和祖母商量，今年的寿宴一定要比往年办得更加隆重。二小姐这表情怎么都不像是要好好给二夫人办寿宴的样子，倒像是要借着这个寿宴再整治二夫人一回。我怎么忽然有些期待了？夫人，大小姐，叶家老爷说了，贺礼的事不怪您，但要您密切留意二小姐，必要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那个白鹤染的确不能再留了。夫人，墨雨自从去了二小姐那儿，就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。叶府贺礼的事十有八九是二小姐做的。那天是墨雨陪着二小姐，可她并没有将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，要么是暴露了，要么是她已经背叛了你。这枚棋子已经废了，去安排人今晚将墨雨做掉。是。大半夜的，真是不让人安生。二小姐说什么？我说大半夜闯到我的念熙院来杀人，还整出这么大动静，扰我美梦。该杀！有杀手进来了，为何我一点都没察觉到？我的武功和内力被他给泄了，否则也不至于被困这么多天都逃不出去。有人要杀二小姐吗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，二小姐可要做好防范。我有什么可防的？又不是来杀我的。啊？你猜，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又落到敌人手里的奸细，他的主子会如何处理？
你老老实实给我待着。本小姐若是心情好，或许能保下你一命。小心！徒手接暗器，又能如此快的反甩出去伤人，这样的内力没个10年8年是练不成的。这二小姐到底是从多大起就练武了？雕虫小毒也敢拿来对付我？这是二夫人身边的暗哨，轻功和暗器均属一流，没想到却被二小姐如此简单粗暴的反杀了。左边树上2个，房顶上还蹲着1个，杀个丫鬟来了4个，你们主子还真舍得下血本。你居然会武功，意外吗？可惜以你的能耐，没机会一一感受了。莫雨姬到了我这儿，我没说杀，就谁都动不得。而你们几个既然也到了我的院里，我没说留，就谁都保不住。屋顶上的那位，下来吧，你们不是一伙的吧？别光在那儿蹲着，夜里风凉，下来打一会儿还能暖和暖和。既然来了，至少尊重一下你的对手，不能我在央你打架，你却在发呆做梦。站在我的卧榻顶上，应该是来杀我的。今晚可真有意思。你是我父亲派来的人吧？我那位伟大的父亲当成宝贝似的养了你们这么些年，结果在我面前连一招都过不上，实在丢人。你说我要是把你的尸体挂到我爹的书房外头，能不能把他给吓死？或者我带你去找我爹报案，说有人要杀我。哎，你猜他是宁愿暴露自己也要把你给保下来，还是不想暴露自己，直接动手把你给杀了？其实这2种都不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最能让我那个爹闹心的，就是今后他再也看不到你，而我呢，也装作今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然后他那颗心啊，就会一直都悬着，一天比一天难受煎熬。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折磨人的方法？二小姐给奴婢个痛快吧。哟，这么快就想死啊？想得美！奔着我这条命来的，姑奶奶为何要给你个痛快？那你究竟想要怎样？我想给你安排一桩美事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合欢散。今晚你就好好享受这股燥热难受劲儿吧。热闹看够就出来吧，大晚上骑墙头，当自己是红杏呢。冉冉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那个，我打听一下哈，就这种一身黑的打扮，再蒙个面，是不是干你们这行统一发的行头？这男人到底哪儿来的？长得也太好看了。不对，是合欢散开始发挥药效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叫你出来是干体力活的。什么体力活？杀人吗？杀人那不叫体力活，就拍一巴掌的事儿，不累。杀人不累，但扛人可就累了。你受累，把这人给我扛到二夫人屋里去。哎，你出入这宅院如履平地，应该知道他住哪个院吧？当然知道。冉冉心眼够坏的呀。他们想要的是我的命，我就只想要他们今晚睡不好。这买卖怎么算都是我吃亏。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善良的？我们家冉冉是个大善人，你身边是该多备些药丸之类的。要不一会儿你写张单子，需要什么都写上，过几日我给你送针时一并带过来。行，你赶紧把人送过去吧，我看他满头是汗，药效也发挥的差不多了，扔到夜市屋里正好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把我爹引过去看戏。得令。今晚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院里的下人怎么一个都没出来？蒙汗药的味道，能不被我察觉，悄无声息的给丫鬟小厮们下药，看来是他的手笔了。多谢二小姐救命之恩，奴婢这条命从此就是二小姐的了，奴婢愿终身跟随您，绝不背叛。好。
写了这么多，我干脆给你开间医馆得了。你这些东西都够堆出个药材铺子了。也不是不行哈，有一间医馆来掩人耳目，我用药取药都方便许多，还有更多的理由经常出府转转。对，方便咱们约会。哼，约你鬼！事情办完了。报告主人，出色且超额完成任务。超额？意思就是比你预想的结局还要精彩。那还在这里等着做什么？走，看热闹去。别急啊，好戏都演得久。你现在过去，除了一幅春宫图之外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听我的，好好睡上一觉。明儿一早，自会有一出大戏，让你看个够。睡觉？今夜来我这儿的可都是奔着我的性命来的。你呢？又是为了什么？这纯属巧合。我要知道今晚他们来，肯定会换个日子。你这意思是，明知道我有性命之忧，你却躲了？本以为咱们经了温泉那一回，多少也算是出生入死的交情了，没想到这么不堪考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看我？那你看到我跟人打架也不说搭把手？问题是你没打呀，那几个人死的比自杀还快呢。半夜私闯官邸的登徒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死的也比自杀还快。冉冉，你别生气，大不了以后我夜夜过来看你。若再有人图谋不轨，我一定先出手弄死，绝不让任何人搅你好梦。你看行吗？行个屁！最搅我好梦的就是你，受死吧！真打呀！冉冉，你打不过我，真打不过我。是不是扭到脚了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冉冉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并非真动手和你打架，只是看你有打架的兴致，便陪你玩一玩。若因此害你受伤，你叫我如何心安？你还想抱我多久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懂吗？冉冉，这又不是你第一次跌进我怀里了。上一次你可没介怀过。我没有吗？我十分确定，你真的没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那时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但现在我却是有婚约在身的，对方还是个皇子，万一他报复起来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皇子而已，不怕。更何况调戏别人的未婚妻，我觉得好玩又刺激。哼！登徒子，不闹了，逗你玩呢。其实那婚约你结了也好，有皇子庇佑，今后你在这白家也不会过得如此辛苦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过得辛苦了？这文国公府有豺狼有虎豹，我每天打猎整人，开心都还来不及。心很累，不是吗？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里，脑子里的那根弦时刻都得绷紧，稍微松一点就有可能丧命，那种滋味我能感同身受。你的家庭也很复杂吗？远胜于白家。哼，是吗？能换种眼神吗？大半夜挺瘆人的。我想办一件事，你帮我出出主意呗。好啊，你说说看。那位二夫人快过生辰了，既然我回来了，她的寿宴自然不能太过平淡，不如你帮我想个好主意，大办一场。冉冉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总能鼓捣出有意思的事来。这活儿交给我就对了，保证让白家这场寿宴办得风起云涌，毕生难忘。还有5天，叶氏的生辰可就到了，
你可得快点谋划。放心，不会让你失望。真的，别再往前走了，退后退后，离我远点。咋啦？身上有虫子？还不如有虫子呢。你出来干什么？有3个死人在院子外头扔着，奴婢想求公子走的时候顺便给带出去，随便找个地方扔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走，别在冉冉屋里待着。行了，你回去睡吧。你对女人过敏？不对啊，我也是女的。你不一样。我怎么不一样了？等等，你说我不是女人？我哪点不像女人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是天生的毛病。女人一离我近了，我就全身发痒。但你是个例外。你不管离我多近，我都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简直比我母亲和妹妹都特殊。你说，咱俩这算不算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？冉冉，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明白了你为何总是3更半夜来搅我好梦，又为何几次3番与我亲近，同我交好。原来不是缘分美妙，而是因为同我在一处你不会感到不适。我是极难得的一个不会让你敏感的女子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。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去接近一个女子？冉冉，你这样想我可就白瞎了这些日子我待你的心思。冉冉，我错了。你有什么错的？不是说我想错了吗？不管到底是谁的错，你现在不开心了，那就是我的错。你错哪儿了？我错在不该惹你生气。但是冉冉，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不是色迷心窍的登徒子，也不是没有女人就不能过日子。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同你在一起就是坐着干说话都会很开心，所以才常来找你，心里巴望着你也能待我不同一些。冉冉，只要你不生气，今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杀人，我绝不留一个活口。你看，这样行吗？你这是跟我表白呢？你没听出来啊？不是，我听出来了。但之前是谁劝我接了圣旨，嫁给石皇子来着？是谁明知我有这么个棘手的婚约，还一点不着急不上火的模样，试图跟我搞地下情来着？什么叫地下情？就是见不得光的感情。见不得光肯定不行，我还得带着你出门呢。我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个好媳妇。滚蛋！别瞎叫！未来好媳妇儿，你再考量考量，我也再努力努力。你看我跟那石皇子谁更好一点，然后你选一个。要不你2个都选，我没意见。你们这儿还有1妻多夫的制度啊？那我岂不是赚大发了？没那种制度，一个女人只能有1个相公，但我跟那位石皇子是个例外。怎么个例外法？能让一个男人不吃另一个男人的醋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另外一个男人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早晚都会知道的。现在揭晓谜底就没意思了。刚才还说我让你往东，你绝不往西的，这会儿就变霸王硬上弓了？霸王硬上弓不是这样用的。
睡吧，我守着你。我又不是天天做噩梦，你不用守着我。我习惯了。只有他在我身边时，我才会睡得很安心。难道我喜欢上他了？这该死的男色老是勾引我。小姐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刚刚四小姐来传话，让您到梧桐园去看热闹。梧桐园？你可算来了，赶紧的，里面的戏可精彩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有这么蹲墙角的吗？这样看得清楚，而且里面正激烈着。别说捅脸大一个窟窿，就算咱们现在把这门给拆了，他们也发现不了。我操！怪不得昨晚那家伙说出色且超额完成任务，我让他把舞娘扔到夜市屋里，结果他居然把人扔到了白星岩的屋里，这结局是比我预想的精彩啊！你别光顾着自己看，给我也留点地方。不对啊，我的药只喂给了舞娘，怎么白星岩看起来也那么欢乐和享受呢？绝对是君木令在白星岩身上也做了同样的手脚，真是缺德。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纯属意外，我原本是打算把舞娘扔到夜市那儿的。那怎么扔偏了呢？所以说是意外嘛。舞娘是父亲的暗卫，怎么沦落到被你扔着玩了？看他不爽。你说你以前要是这么个性子，我得少操多少心。真是大器晚成啊。罢了罢了，咱还是说说里头那个更让人操心的爹。你说现在该如何是好？我怎么知道？别介啊，你都不知道，那这事儿该如何收场？收场也不用咱们收，看热闹而已。操那些个闲心干什么？让你的丫鬟去趟福喜院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收场的活儿自然得二夫人来做。小娥，去福喜院给二夫人报信，就说梧桐园出事了，让她赶紧过来。是。没头没脑的，连发生了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，支支吾吾、磕磕巴巴，你就是这样当差伺候主子的？我的丫鬟好心去报信也有错，你是主母也不能随随便便对别人的丫鬟张口就骂。小娥，你过来，当心一会儿二夫人气吐血再溅你一身。墨玉竟然没死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两位妹妹可否说得清楚一些？那边脸大一个窟窿呢，自己不会看啊？白星岩，你个王八蛋！哎呀，母亲，你怎能这样蛮横无理？竟连父亲的书房门都敢踹！原来外头传的都是真的，父亲在您面前还真是一丁点地位都没有。你少在那儿煽风点火！哪里还用得着我点火？这火不是已经烧得挺烈了吗？母亲，大小姐受了轻，夫人还是快叫人将大小姐先送回去吧。送大小姐回房。大姐姐这么快就回去了，还没用早膳吧？一起吃点再走呗。下流胚子！骂谁呢？你凭什么骂我下流？这是你吃早膳的地方吗？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谁家规定的女儿不能在父亲身边吃早饭？用得着你来教训我？迎春，去把府里人都给我叫来，让大家评评理。是，去叫啊！把人都叫来，这里是得好好评。白赫然是故意激怒惊鸿的，他想让府里的人都来看我们的笑话。带大小姐回房，名声要紧。就这么把人放走？急什么？有人替咱们拦着呢。哎，大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有热闹看都不叫上我，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成一家人啊？我刚来就要走，什么意思？咱们现在虽然不是一个娘养着了，但好歹还是亲戚呢。你不是我亲姐，也是我表姐，可不能什么好玩的都一个人玩了。哎，你和你娘到底在里面玩了什么？白惊鸿，你敢打我！
母亲，父亲该不会是被下了药吧？不如赶紧找个大夫来给他瞧瞧。也不知道是什么缺德事没干好，反过来着了人家的道，真是活该啊！不能叫大夫，这事儿若是传出去，咱们哪还有脸见人？喂，你是我父亲养的暗卫吧？我父亲就快要死了，咱们府上的当家主母却连个大夫都不给请，你们说这事该怎么办？二夫人，请为老爷找大夫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难道二夫人是想看着老爷死掉？没人想他死，让他自己挺着。这种事儿只能等他药劲儿过了，人才能清醒。但这个药劲儿靠自己硬挺肯定是挺不过去的，硬挺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。白鹤然，你信不信我去给他找条狗？威胁谁呢？想找你就找啊，我还怕你祸害他。凭什么我自己在这儿受气？白家的龌龊就该由白家人自己受着。我不好，谁也别想好。双环，去把老太太给我叫来，让她看看她儿子干了什么好事。是。给我站住！叶氏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万一把我祖母气出个好歹，我活埋了你！昨晚我派出去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，难道全被白鹤然解决了？请二小姐给想个办法，老爷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。现成的办法不就摆在眼前吗？请二小姐明示。二夫人，你也该尽尽妻子的本分了，而不是只想着给自己男人找条狗。去吧。事后父亲一定会感激你，待你更好的。这梧桐园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谁叫的这么凄厉？四姐姐，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母亲不得宠，来找父亲哭闹了，就这么点破事儿啊？我还以为有多大不了的。没意思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还要去给祖母请安呢。五妹妹别忘了跟祖母说，母亲善妒，一大早的就来找父亲打架，害得父亲上不了朝。你听听，里头打得多凶啊！知道了。我的脸！这么激烈，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估计晌午吧。那还不得累个半死？白星妍必须要死，只有他死了，我儿子才能继承爵位。但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我绝不能白遭这个罪，更不能白白浪费这个机会。老爷不知被何人下了迷情药，这种情况下请大夫也没用。更何况关乎您的颜面也没法请，妾身只好出此下策救您。贱人，你方才要给本国公找一条狗是吗？本国公现在就掐死你，再把你丢进狗笼子，让你也尝尝与狗为伍的滋味。老爷，老爷若真掐死二夫人，怕是会给自己惹来麻烦。五娘不知被喂了什么药，比老爷所说的药性还要强烈数倍，属下无奈将她杀了。今日之事，还有什么人知晓？说，还有二小姐、五小姐、大小姐，以及他们各自的奴婢，还有二夫人的奴婢。另外，二夫人主张找一条狗来，后来是二小姐做主，让二夫人尽了义务。五娘是我培养的最厉害的暗卫，没想到不仅没杀了白鹤然，反被他所害，甚至祸及到我。白鹤然这次回京，身边定是带了高手，很有可能就是昨晚出现的那个神秘人。五丫头说，叶世英最近星妍没宿在她房中，去找星妍打架。你说这妇人怎这般善妒嚣张？是啊，还没听说
哪家的媳妇儿公然动手打丈夫，传出去不好听啊。哪还用传出去？就是不传，姓严的脸面以后要往哪儿放？老夫人莫要太动肝火，老奴说句不该说的，二夫人压着老爷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谁让人家是太后的嫡亲侄女呢？太后的侄女儿在家里打自己男人，这话传出去，太后面上也不好看。这事儿咱们白家占理。另外，有力气跟男人打架，却不来向婆婆奉茶，这是谁家的规矩？你去将二夫人叫来。是。老夫人，二夫人和老爷睡下了，守在外头的暗卫说今日不能过来给老夫人奉茶。睡下了。李嬷嬷，我是耳朵不好使，听差了，还是眼睛不好使，分不清楚白天黑夜了？老夫人耳聪目明，哪哪都康见着，确确实实是说睡下了。我白家是造了什么孽？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女人进门？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小姐，奴婢昨夜也不知为何睡得那样沉。从前只要院里有一点动静，奴婢都会醒来。可自从到了这儿，有好几次都一觉睡到天亮，说来真是奇怪。可能是咱们院安静，人少事也少，所以睡得沉了。是奴婢失职了，做奴婢的本分就是侍候好主子，任何时候都得保持警醒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脆弱。今儿闹了这么一出，想必祖母也是气得够呛。明儿我准备给她调养调养身子。另外，夜市寿宴的事，还得再跟她渗透渗透。祖母，阿冉来了，快坐，陪祖母一起吃点儿。是。祖母老了，牙口不好，你不一样，你如今正在长身体，得多吃点才好。祖母，以后每隔几天我都来给您调养身子，好不好？我保证不出半年，定让您生龙活虎，年轻10岁。好啊，你那施针的手艺真是绝了。自从你上次给我扎完之后，我就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。那祖母以后就更要配合阿冉了，让阿冉把祖母的身子调理得越来越康健。祖母，虽然昨天发生了不太好的事，但二夫人的寿宴快到了，该办还得办。我要在她寿宴上安排一出好戏。好吧，你只管去办，就算是太后责怪下来，我也认了。只是一想到昨天的事，我就生气。祖母，恶人自有天收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叶家施与白家长达10年的屈辱，若一朝一夕就找补回来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所以咱们不急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把受过的委屈和屈辱全都找补回来。祖母听你的。老夫人，老爷来了。他今天又没去上朝，一个大男人被个女人连累的连朝堂都误了，这个家还能好？哎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父亲醒了，身子可缓过来些。本国公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父亲误会了，我哪有闲心管你后宅恩宠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关心关心。梧桐园何时成了后宅女眷享恩宠的地方？你父亲在世时，梧桐园的书房是绝不允许女人踏进半步的，怎么到了你手里就成了这个样子？儿子知错了，求母亲在小辈面前给儿子留些脸面，就不要再提了吧。父亲同母亲的感情如此之好，那过几日母亲的寿宴可更得大办一番了。给祖母请安。惊鸿，你那额头是怎么了？是孙女不小心磕着了，没有关系。祖母万万不要为我担心。这样将伤露在外头，我隐约记得以前听大夫提起过，会得一种叫什么病？叫破伤风。病菌会通过伤口进入体内，从而产生大量毒素。你会慢慢感到头晕乏力，肌肉发紧，随后便是痉挛、面瘫、口歪眼斜。别说了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母亲的寿辰就要到了，待过几日达官贵人齐聚咱们府上为母亲贺寿，
你说你万一没弄好，真成了口歪眼斜，该如何配得起东秦第一美人的名号？回头人家该叫你东秦第一丑八怪了。我路着伤过来，本想在父亲祖母面前博几分同情，没想到差点害自己毁了容，这同情不要也罢。祖母，父亲恕罪，惊鸿得先回去包扎伤口了。惊鸿虽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我从小将他养大，对他寄予厚望，早已视如己出。此次都是因为我才害他受伤破相。母亲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刚刚大小姐说什么寿宴？你的寿宴往年都办，今年没道理不办。南滨本国公会下帖子，女眷你就自己请。是，其实妾身每年的寿宴也并不是为了自己面上有光，办这寿宴一来是给太后看的，让她老人家知道我过得好；二来是想借寿宴帮老爷打通关系，为了老爷的前程铺路。妾身真的不在意寿宴的虚荣，一心就只为了老爷，为了咱们白家。这明摆着压人的话，傻子才听不出来。叶氏把太后排出来，这是挑明了告诉白家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太后都是心里念着她这个侄女的。母亲，儿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母亲，儿媳也先告退了。以前我只是烦他们，怎么现在瞅着他们就觉得那么累呢？那是因为从前他们还愿意在人前端着架子做样子，现在已经收敛不住，要现出原形了，所以祖母就要比从前费心思，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人害了。阿然，若非你心细，祖母这条命就折在他们手里了。祖母不必担心那东西，借着这场寿宴送回去就是了。当着宾客的面，她不敢不接。我昨日太冲动了，父亲一向偏疼白惊鸿，万一白惊鸿破了相，父亲定会将我赶出家门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不是故意打伤大姐姐的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求姐姐饶了五小姐这次吧，她年纪还小不懂事，姐姐要罚就罚我吧。抵了！母亲你看，我姨娘的额头也出血了，能不能抵了大姐姐的？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双环，将叶姨娘抬回去，再去请大夫诊治。这是我的亲妹妹，务必要上心。是。你这孩子怎跟你姨娘一样胆小？我就算不是你的亲娘，也是你的姨娘，说什么杀不杀的胡话。可是我打伤了大姐姐，让她破了相。傻孩子，你打从出生就抱到了我的房里来，我早把你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今日别说惊鸿没事，就算有事，我总不能因为大女儿受伤就去迫害小女儿啊！我就知道母亲不会不要我，我就知道母亲舍不得我。母亲真是愚蠢，我不过几句软语就又将她的心给收了回来。哼，白花颜，你打伤了我的惊鸿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？好了，不哭了，一会儿你随我去取些疤痕膏给你姨娘，别叫她落了疤。那样好的东西给一个妾用实在可惜了，母亲留着吧，不用给她。那怎么行？她是你姨娘，她若不好，你又如何能好？还是母亲对花颜好，什么都为花颜着想。花颜，我知道你因为上次的事一直记恨着我。花颜不敢，花颜没有。上次出了那样的事，你心里不痛快也是应该的。但是花颜啊，虽然你兄弟姐妹众多，可到底你跟你大姐姐才是最亲近的，可万不该信了外人的挑拨，和你大姐姐离了心啊。母亲待你和惊鸿都是一样的，从未有像他们说的那般，好好养她却不好好养你，然后让你成为惊鸿的对比，故意让你难堪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大姐姐到底不是你父亲亲生，所以她的性子不随白家人，跟你们姐妹出入很大，是正常的。你看那白鹤染、白真真，性子是不是也与你一样，也跟惊鸿截然不同？是了，原来根本就不是母亲不好好教养我，
而是我骨子里流着白家的血，白家的女儿都是这个德行。我真是傻，居然上了白鹤染那小贱人的当。母亲，都怪花颜听信了小人的恶意挑拨，不但伤了母亲的心，还连累大姐姐受了伤。花颜一会儿就去给大姐姐赔罪，要打要骂，花颜都认，只要大姐姐能原谅我就好。白花颜这个没脑子的真是好拿捏，眼下不能再让惊鸿出头了，得让白花颜替惊鸿去对付白鹤然。你大姐姐早就说了，她不会怪你。花颜，母亲说句你不爱听的，你虽是文国公府的五小姐，但终归是个庶女，将来要么是嫁给嫡子做妾，要么是嫁给庶子。母亲，我不想做妾，更不想嫁给庶子。所以我当初才求你父亲和祖母将你养在了我的膝下，将来给你个嫡女的名分，才好能给你择门好姻缘。多谢母亲。再过几日就是我的寿宴，回头我叫人给太后递个话，将未娶正妃的皇子也叫来几个，给你参看参看，如何？真的吗？多谢母亲。瞧你这孩子高兴的，快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。是。二夫人，真的要给太后递消息吗？会不会太抬举她了？消息是要递，但绝不是为了抬举那个死丫头。敢打我的惊鸿，我又如何能让她好过？明儿给姑母传个消息，这次寿宴让二皇子到场，是时候为我们叶家的大计打算一番了。是。坏了，惊鸿一定是没忍住火气，在下人面前失控了。找机会将这些人全部换掉，一个不留。夫人放心，奴婢明白。双环，去外院再叫个奴才进来，给大小姐泄愤。哼！好受点了吗？母亲，我们运筹帷幄了这么多年，这座文国公府不是已经十拿九稳了吗？可为何现在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不要怕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你会踏着他们所有人一飞冲天。可是惊鸿，你现在必须要忍，若是让他们如此轻易就坏了你用10几年树立起来的形象，那咱们可就太亏了。帮我瞧瞧新送来的这些花样子哪些好看，多选出来几个，回头让下人一并送到华福楼去打了，咱俩分着戴。打什么？华福楼是什么地方？金铺啊！堂堂文国公府嫡小姐，居然来上都城最有名的金铺都不知道，说出去丢不丢人？堂堂文国公府，把嫡女养的连上都城最有名气的金铺都不知道，丢人也轮不到我丢。上头有人顶着，这么多，挑也挑花眼了，不如随便选几个吧，不怕挑花眼，实在花眼，大不了照着这些一样打一套。有钱真是任性啊，怕是白惊鸿也活得没你这样奢侈吧？切，他可拉倒吧，就叶家那点财力，洪家随便一个小妾姨娘就能给他们全干趴下，装什么大瓣蒜？哎，姐，你说宫里那老太太还能活几年？你真不怕叶家报复？万一宫里那位……我还没见过那老太太，所以一时也不好说还能活几年。不过毕竟现在还活着，万一给洪家穿个小鞋咋办？他不敢，至少现在不敢。敢现在断了洪家的路，白家就得饿死。姐，你说这场博弈到最后究竟会谁输谁赢？现在我们靠着洪家的钱和父亲的恩宠，若是有一天这些都没了，还能靠什么？若有一天什么都没了，那就靠自己。就像现在的我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靠自己。
不要怕，从前你扬鞭护我，今后便换我牵着你一路前行。纵然前方是龙潭虎穴，也与我一同闯一闯。闯过去了，便是晴天朝阳。祖母，您就应该多走动走动，这样对身体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祖母，让惊鸿来扶着您吧。不必了，你伤还没好，顾自个儿吧。老身有阿染扶着就好。大姐姐也是想在祖母跟前尽尽孝道，祖母怎能这般薄人好意？五小姐到底还小，连尽孝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呢。五妹妹虽然年纪小，但到底也是10几岁的姑娘了，身上怎么还是这样素净？母亲没给你置办几套平日带着不丢人的行头吗？哎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已经回到你姨娘身边了。叶姨娘倒也是没什么好东西能给你，但从前母亲也没给准备些吗？从前花颜还小，是不能置办那些行头的，会损了福气。现如今年岁也够了，待我的寿宴办完，也是时候为花颜添置添置。谢谢母亲，就知道母亲待花颜最好了。红姨娘既然说大姐姐扶一下不算尽孝，那你倒是说说什么叫尽孝？真要尽孝，得拿出点实际的。听闻二小姐最近在帮老夫人调养身子，所以妾身带了20盒血燕和2颗500年的人参，已经叫人送到老夫人屋里了。你有心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才叫尽孝。一天到晚别总整那些个虚的。我呸！得意什么？不就是靠着娘家吗？对啊，就是靠娘家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娘家有钱呢？待到寿宴时，无论叶家还是姑母都会送东西来，我也早就做好了打算，到时候自然是会孝敬老夫人的。咦，难道往年不是这样吗？母亲每年都要摆寿宴，难道以前没有孝敬过老夫人？孝敬不必一定要选在某个特定的日子，母亲平日里也一直惦记着祖母。去年夏日里还送了一张冰玉席子，原本是叶家送来给母亲用的，母亲没舍得用，给了祖母。哦，那还真是不错。那既然平日里也有孝敬，应该也不用赶在寿宴这种时候把寿礼往锦荣院抬，不然传出去还以为是祖母想占了那些寿礼呢。你收的礼，老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要的。说来母亲嫁给父亲10年了，每年都会办寿宴，这礼一收就是10年。母亲如今应该富贵通天啊！为了对得起母亲的身份，咱们文国公府也是下血本办寿宴的，每年为此支出的银两大概也得有最少10万两，最少10万两，那10年就是100万两，这还是最少的。这笔钱是母亲自己出吗？母亲是咱们府上的当家主母，当家主母过寿辰，当然是府里出银子。原来这10年来，文国公府出了100多万两银子给主母办寿宴，可当家主母接到的贺寿礼，好像没往宫中交过一文。你怎知没有交过一文？再者，府里中馈一直是母亲管着，如何取用，如何填补，怎么都轮不到一个小辈指手画脚。真逗，闲唠嗑而已。我什么时候指手画脚过？你是看到了还是听到了？你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意思。大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，至于让你杀了我？你何时听到我说要杀你？你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啊？你呀，真是可惜了，这东西特别贵重吧？也就值几万两银子，没事儿，摔就摔了。反正我也戴了1年多，不稀罕了。回头再打个更好看的戴着玩。虽然碎了，但毕竟也还是好东西。回头让管家将碎片和珍珠宝石一定拿到外头去卖一卖，得来的银两就充入宫中吧。
这些怎么也值个1万多两，且能用一阵子。也好。老夫人，江公公来了。奴才几日没来，还真挺惦念二小姐的。不知二小姐近日过得可还自在？特别自在。那就好。临来时，石殿下还特地嘱咐过，若是有人让二小姐不痛快，那殿下也绝不能让那人好过了去。左右闲着也是闲着，全当活动筋骨。关于石殿下跟二小姐的婚事，殿下也说了，这事儿还是得坚持。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，所以奴才这是磨针来了。二小姐，您看这圣旨。我最近还真没工夫琢磨这赐婚圣旨的事。我们府里这几日挺忙的。哟，府上出什么事了吗？是我母亲要过生辰了，就在后天，这是府里的大事。江公公您看，要不这事儿咱们等母亲的寿宴过后再商量。原来是主母过寿，那自然是要好好操办。奴才回去也得跟石殿下说一声，他定会有所表示。还有九殿下肯定也会看在石殿下的面子上备下一份厚礼的。那可真是让2位殿下费心了。二小姐，那奴才这就回去把这事儿跟殿下们说说。有劳江公公了。没事，我自有安排。祖母先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红姨娘，近日怎么没见到轩儿呢？先生早早就来了，听学呢。老夫人说，小孩子还是要多做学问，日常请安什么的，有心就行了。一直说咱们一起读书，可是这府里头天天有事，日日都不安生。讲学的先生都告了长假，好久没翻书本了。这不是正合你意？那是，与其让我学那些个女责女训的，还不如找个武师教我功夫，省得以后动了真刀真枪的，我再挨打。姨娘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二姐姐说会儿话。二小姐平日里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只管跟妾身来说，妾身这里要命没有，要钱管够。瞧二小姐这双手上空的，哪里有嫡小姐的架势？带着撑场面用。不用了，甭跟我客气。有钱真是任性啊！姐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在洛城那头是不是有奇遇？比如说突然掉下山涧，然后在某个山洞里发现了宝库，或什么秘籍，或是绝世武功之类的。你看你不但突然会医术了，我发现你好像还会功夫吧？你怎么发现的？猜的，不然你怎么干的这一出大事？怎么把五娘那种厉害的暗卫弄成那副德行？我要说，其实是有个野男人在背后帮我，你信吗？我信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。那你就信着吧。哎，那野男人好不好看？武功高不高？人可靠吗？你要是喜欢，就叫到家里来看看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要是不接圣旨，却跟个野男人私定终身，石皇子不会放过你吧？我听说他那人挺难搞的。怎么个难搞法？据说那位石皇子脾气特别怪，似乎仇视女子。之前前户部尚书家的千金因贪了几杯酒，多看了他几眼，他居然叫人把人家姑娘的眼珠子给挖了出来。偏偏皇上皇后见怪不怪的，骂都不骂石皇子一句。多看2眼就挖人眼珠子，这哪里是难搞，分明是变态。照你这样讲，那位石皇子以及当今圣上，岂不是滥杀害无辜之辈？皇上虽然偏袒石皇子，但可不是昏君啊！
我后来听说，那户部尚书家的小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只多看了石皇子几眼，她居然趁着人少的时候故意接近石皇子，不但狂飞媚眼，还把领口的扣子都解了。那是该挖。其实我真觉得你跟那位石皇子挺般配的，就冲你前2天干的那事儿，跟石皇子的手段简直是如出一辙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说你俩这性子要是不凑到一起去，8成老天爷都得觉得可惜。不是，我有那么变态吗？是差了那么一点，你比石皇子少了一个助力，那就是他亲哥九皇子。九皇子？石皇子之所以能这样嚣张，除了皇上宠他，除了他打从14岁那年就被称为东秦第1骑帅，人称战场上的天才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贼牛逼的哥哥九皇子。但凡有人敢招惹石皇子，九皇子非将他挫骨扬灰不可。接不接圣旨是我的事，我若不想做什么，天王老子也强迫不了我。可他们是皇族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皇族想要什么，谁敢说个不字？姐，府里也就罢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跟皇族对着干，一旦弄成仇，谁都保不下你。我知道，陈真，不如我教你功夫吧，你想学吗？想啊，我做梦都想。我第一次萌生这种想法还是因为你呢。之前你院里那些恶奴，我抽他们几鞭子根本就不过瘾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要是会武功就好了，手起刀落，一刀一个，干脆利索，那才叫过瘾。那等寿宴摆完，我就教你，就算成不了高手，至少也不会轻易被人欺负。还等什么寿宴办完？我今儿就搬去你那，今后我就住在念戏院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只说让你跟我学功夫，没说让你跟我一起住啊。一起住学起来更方便啊。问题是你是方便了，我不方便啊。你有什么可不方便的？难不成还真有野男人啊？我这是挖了个坑，把自己给埋了。哎呀，我又不跟你睡一张榻，就住个偏室，谁也不干扰谁。我那院子小，没什么正经的偏室。你有正经的院子不住，跑我这儿吃什么苦啊？谁学功夫不吃苦的？至于院子小，这个不用你担心，一会儿我仔细瞧瞧，真不够住，咱们就把院子往外扩，再盖一进院，再填几间房，不就花点银子吗？多大个事儿啊！好好好，你开心就好。你去将近1年的账本要来。老夫人，这样做，二夫人那边会不会？阿冉说的对，再畏首畏尾下去，文国公府就要姓叶了，到时候没人救得了咱们。唉，可咱们能拿到的账册，那都是做得漂漂亮亮，一个错处都抓不着的。我知道，你只管去拿，能敲山震虎也是好的，算是给那叶氏提提醒。不要以为白家人都是傻子，任他拿捏。从今往后，府里的大事小情，老身不能只用眼睛看着了。是。什么？老夫人要了账本？夫人息怒，左右能拿走的是表面功夫，真正的账册除了您，谁都看不到。再去提醒账房那头，真正的账册一定要收好了，千万不能露给任何人看。是，老夫人派去的人刚走，奴婢晚些时辰再去，省得惹人眼目。只是夫人若真不放心那账册，不如拿回来咱们自己收着。不可，我这儿也不是铜墙铁壁，看看外头那些丫鬟婆子，表面上对我唯命是从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就是白星妍安排过来的眼线。这么些年了，我们总想往梧桐园那边安插人手，可惜从未成功。看来老爷对夫人一直都有防范，如今又多了个邪乎的二小姐，夫人今后可要加倍小心了。哼，也不用太紧张。虽然这些年没交过贺礼到宫中，但毕竟那是我收的礼，白家也不至于真好意思伸手来要。他们无外乎就是心疼这10来年的花费，只要账册藏好，谁也不敢真拿我如何。
这座府里有太多人想要我的命，我若不给对方多添些堵，如何对得起枉死的原主和我穿越一场的辛苦？姐，你上哪儿去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一想到明早能练功夫，就兴奋的睡不着。你呢？上哪儿去？去偷东西。啊！带我一个！那可不行，累赘。我都要拜师学艺了，总得考验一下我师傅有没有真本事。万一你就只教我些花拳绣腿，那我还不如照着街边卖的画本子练呢。考验啊，那行，你跟着吧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3年练成这样，你吃药练的？四小姐真不用考验，二小姐的武功怕是老爷所有的暗卫捆在一起都不够她打3个回合的。啊！你跟个鬼似的，大半夜冒出来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给主子看家护院，赎罪。夫人往年生辰前都会进宫给太后请安，今年还要去吗？若去的话，就得马上准备了。今年不去了，往年的习惯今年突然打破，太后定会猜到我这出了事。眼下白家这个局面，我不能冒险主动去搬救兵，但若是救兵自己想起来了，那他们可就怪不得我了。还是夫人心思精细。二夫人，管家差人过来说，太后娘娘给您准备的贺礼送到了，让您即刻去一趟老夫人那儿。看来太后娘娘是想着夫人您的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好。全烟，你怎的亲自过来了？奴婢见过全烟姑姑。夫人，帖子送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都送好了，妾身多谢老爷关怀。我关心你不是应当的，谢什么？平白的这般生分。是全烟姑娘来了，姑母她老人家可好？太后她老人家好不好，得看直小姐过得好不好。也不知道如今的国公府是有多忙，以至于直小姐都没工夫进宫去给太后问安了。太后思念的紧，只好差奴婢来看看，顺便给直小姐送些东西庆贺生辰。都怪本国公前些日子小病了一场，连早朝都耽搁了2日，你只顾照顾我，都没抽出功夫进宫一趟，害姑母担心了。这男人要是想吃起软饭来，什么脸面不脸面的都能豁得出去。老爷说的是，近日府里事情多，实在走不开。国公爷似乎对直小姐很严厉，您说若是让太后她老人家知道直小姐在府上过得这般小心翼翼，那可得多心疼啊！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她就是故意做出这副样子让我难看，她是故意用这种方式让宫女知道她在白家受了委屈，故意报复我。姑娘言重了，叶柔在我白家是主母，连府上钟馗都由她管着，她怎可能活得小心翼翼呢？定是这些日子照顾我累着了。希望国公爷对直小姐能多用点心。夫人娶回来是要好好疼爱的，美妾再好也终究是妾，将来同国公爷荣辱与共的只有妻子。老夫人，您说奴婢这番道理讲的对不对？原来直小姐的确过得不如意。唉，女人一旦嫁出去，那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婆婆宽厚还好，若是个狭隘心肠的儿媳，注定要一辈子受气。这样说起来，我们太后娘娘也算是做婆婆的人呢。姑姑，差点忘了，
老夫人的女儿白明珠是皇上的嫔妃，这宫女是以此来威胁老夫人。若是对叶氏不好，太后也不会放过她女儿。姑姑说的没错，太后娘娘是天下女子的表率，更是后宫和悦之典范。天底下没有比太后更好的婆婆了。若是太后苛待妃嫔，妃嫔们难免心绪不佳，不能尽心侍候皇上，那皇上又怎能龙颜愉悦呢？太后虽不是皇上的生母，可也定不会做让皇上为难的事情的，对吧？好犀利的一张嘴！你们白家人果然胆子够大，竟敢在背后编排太后娘娘，可知这是何等大罪！白赫然，你给我住口！姑姑说我编排太后娘娘，那你意思是，太后根本不会顾及皇上是否为难，根本不考虑龙颜愉悦与否，这怎么可以？那可是皇上呀！白赫然，你不要乱说话，全言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母亲方才见祖母瞪了你一眼，就吓成那样，这会儿倒是胆子大起来了。阿然，我是怕你得罪了宫里的人，是为了你好。那待江公公再过来时，我还真得请他跟宫里的主子们请教一下，为何夸太后就是得罪人了？反过来说，太后并不打算为皇上着想的人，却要受人敬仰，连我父亲堂堂文国公也要向他行礼，这到底是什么规矩？太后毕竟不是皇上的生母，若传出太后不为皇上着想的流言，太后的处境就更艰难了。是奴婢失言，还望您能原谅则哥，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更不要外传了吧。是啊，这种事传出去对我们白家也没什么好处，毕竟咱们可是跟太后沾着亲的。父亲是不是眼睛不舒服？怎么总往上翻白眼呢？该不是中风了吧？明日就是母亲寿宴了，有病可得赶紧治，免得在大喜的日子里让人看笑话。等等，他刚刚提到江公公，听闻石殿下看上了白家二小姐，打从回京后就天天派江公公上门求亲，难道所求娶的就是他？敢问这位姑娘可是白家二小姐？没错。完了，惹上什么人不好，偏偏招惹了一个跟石殿下那魔头有关系的。怎么，这位姑姑对我的身份有质疑？不敢，适才奴婢失言，还望二小姐不要放在心上。毕竟国公爷跟太后是亲戚，二小姐就放奴婢一马，把这件事给忘了吧。既然都是误会，那就请姑姑回宫后禀报太后娘娘，母亲在白家一切都好。虽说府里需要操心的事多，但没有哪家的当家主母不忙的，相信太后一定会体谅的。上次江月公公过来时，说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石殿下和九殿下会给母亲送来贺礼。今日的事，姑姑如何同太后说，我便如何同江月说，剩下的便看宫中各方主子们谁更胜一筹了。这位二小姐果然厉害，若我和她各自告状，石殿下定然会和太后结仇。若是惹了那个魔头，皇上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奴婢的话怎么回，全听您的。直小姐，哦不，二夫人在白家一切都好，婆婆信任，将府中大权全部交付，因此比往年更忙碌了些，这才耽搁了进宫请安。姑姑真是个聪明人，那便回吧。府上还要忙着给母亲备寿宴，实在不便留客。奴婢告退。全言怎么突然对白赫然毕恭毕敬的了？咦，这身男装是给父亲做的吧？哈哈，看来姑母心里是有我这个侄女婿的，也是你在姑母跟前美言的功劳，本国公心里都记下了。老爷，这颜色本国中很喜欢，这身量尺寸。听说姑姥姥赐下了贺礼，父亲手里的那件定是送给哥哥的。姑姥姥真是周到，每次有东西赏下来，都不会少了我跟哥哥的那一份。
你姑母真是周到。母亲，父亲这是怎么了？儿媳有事，先告退。你们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来人，都给我拿走，扔到福喜院去，别再让我看到这些。祖母生气归生气，但父亲这次受挫，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阿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势力是一把双刃剑，只有让父亲不断的看到利刃砍向他自己的这一边有多锋利，他才有可能在这种锋利的砍割下渐渐疲惫，重新回头。是啊，只有让星妍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击，他才会明白谁是敌，谁是友，谁为善，谁为恶。我的阿冉真是长大了，往后祖母都听你的，你怎么说祖母就怎么做，咱们一起努力，将你的父亲给拉回来。还有我，珍珍也会跟你们一起努力的。我姨娘总说，当年大夫人离府前嘱托过她，除了要照顾姐姐之外，也要照顾好老夫人。当年我劝过你父亲，你舅舅虽夺嫡失败下了大狱，可也不会连累到你母亲。可你父亲不听，他被权势蒙瞎了眼，否则也不会娶叶氏进门。都过去了，人总要往前看，咱们应该多想想今后的事。祖母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直跟我的亲姐姐白鹤冉站在一边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祖母的好孩子。就咱们那个爹，你觉得真能靠这种努力给拉回来？叶氏的双刃剑砍了他这么多年，我怎么瞅着他是越挫越勇啊？的确是越挫越勇。那你怎么还跟祖母那样说？你总不能直截了当的告诉祖母，他儿子没救了，争权夺势这条道肯定是要跑到黑的，10匹马也拉不回来。老太太那么大岁数，你觉得她受得了吗？也是。不过既然拉不回来，那咱们怼着叶氏又气着父亲也没什么意义啊。反正那俩人是打不散气不散的，咱们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平时挺机灵一人，怎么这会儿就傻了呢？你说他们这些年欺负我，又得到什么了？真能把我弄死吗？并不能，但却能让我过了许久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整不散他们也得膈应着他们？是啊，总归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。在白星妍追逐权势的路上，不给他多设些障碍，如何对得起他施予我的悲惨童年呢？母亲，都怪我，我若再晚去些就没事了，至少事情牵扯不到我。这事儿也不全怪你，说到底，都是白鹤冉那个小贱人挑的事。若没有他，咱们还像从前一样，虽偶尔受洪氏母女言语挤兑，却也能用身份将他们压得死死的。你父亲更不会因为他们给我们脸色看。我绝不允许他同我分享嫡女的尊荣。莫急，即便要除，也不能脏了咱们的手，借力打力才是最好的方法。把你想做的交给别人去做，独善其身，哪怕他人斗得你死我活，你依然是圣洁如初的白家大小姐。女儿明白了。去拿给叶姨娘和五小姐。是。小妹，珍珍、轩儿，快出来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。洪老爷，老夫人请您去正厅说话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哪句话不够再跟舅舅说。大哥这是干什么？他一个小孩子家的能花多少？
我瞅着你那银票都是上万两的吧？就这么塞给他，是银钱多了没处花怎么着？女人家就是小气，挣银子不就是给小贝花的吗？再说我本来就银钱多没处花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拿去花着玩。谢谢大舅舅。大哥就是能惯孩子。大哥来了，有失远迎呀。妹夫，许久不见，又年轻了啊。一个妾的娘家人也配当亲戚处？白心妍这老东西简直是昏了头了。听说太后头屋赏下不少好东西，他老人家一向思虑周到，想必这一赏定是府里人人有份吧。不知老夫人得了什么？宫里赏下的肯定是好东西，能否让晚辈开开眼？哼，不怕大侄子你笑话，宫里赏下的东西并没有老身的份儿。这怎么可能？您可是白家的老夫人，这外戚送礼怎么也不可能不算上您呢？那妹夫总应该有吧？我也没有，上次是给夫人和孩子们的。这么说，这次是赏给小贝的。陈真、轩儿，你们得了什么？快给舅舅看看。舅舅可别折煞我们了，我们哪里有资格接太后娘娘的赏？所谓的孩子们是母亲自己的孩子，跟咱们都没有关系。哟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的确，你们这些庶子庶女的，怎么可能入得了太后娘娘的眼？不给是对的。二姐姐也没有呢，二姐姐也是嫡女，她也没有，所以并非只是庶出的孩子不给。洪家老爷消息真是灵通，上午赏赐才到，您就已经听说了。该不是府上有什么人事先给洪家递了话吧？肯定是有人递话啊！刚才小妹过来时就跟我说了这事儿，还埋怨我来得晚了，让她好生没脸。我也是不知道宫里的人头午就来了，还以为礼都得明天送呢。要早知道，我就是晌午饭不吃，也得早早的把东西抬过来，可不能让我妹子失了颜面。老夫人，宫里头不给咱们洪家给，今儿抬过来的东西不少，原本就给大家都预备了一份的。我母亲一直惦记着您，还想等天气暖和些过来串串门子，跟老夫人说说话呢。老身也甚是想念老姐姐，等天气好了，让红姨娘带着几个孩子陪我去串门。我可还惦记着洪家厨娘做的萝卜糕呢。哈哈哈哈！带着了，不但有萝卜糕，还有鱼虾丸子，尽是您老爱吃的。另外，家里老二从江南新带了几十匹上品丝绸，大部分都送进了宫里，就留了4匹下来，都给您拿过来了。人老了，用不了那么多，给红姨娘拿2匹。我最乐意瞧她穿新衣裳，真是好看。多谢老夫人。妹夫，我刚从西北弄回来几根墨条子，一股子清香味儿，我瞅着比去年送进宫里去的玉品还要好，就都给你拿了过来。你先替皇上试试，好的话今年就多收些，玉品也该换换新了。多谢大哥。不是说都有吗？我们的呢？哟，这位是武小姐吧？真对不住，这次过来送礼，主要是给老夫人和国公爷，以及嫡出的少爷小姐们，还真没带您的份儿。白真真和白浩轩也是庶出，凭什么给他们银子？有他们的份儿就得有我的份儿，不然你就是看不起文国公府。你给我闭嘴！父亲向着外人，都不帮着华言，凭什么他们都有就我没有？我也要银票，我也要银票！真真和浩轩也有我洪家一半血脉，我给他俩银子那是应该的，可给你又算什么？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一会儿给你几个铜板，自己出去买糖吃吧。那就算没我的份儿，也该有我大哥和大姐的，还有我母亲，他们的东西呢？二夫人寿辰自然是要备礼的，不过寿辰的正日子是明儿，所以给二夫人的贺礼明日会应着时辰送到。另外，给大小姐和大少爷也各备了绸缎2匹和文房4宝1套。你给白真真他们实打实的银票，那我大哥大姐这边就这些破玩意儿。我还没听说过伸手管人要礼的。妹夫，你这可是有头有脸的侯爵府，规矩应该严格才对，怎的一个庶女如此不知礼数？还不快把这小孽畜给我带走！没规矩的东西，今天晚上不许吃饭！
把五小姐带走。是。让朕还兄看笑话了。没事儿，小孩子嘛，不懂事儿也可以理解。狄小姐的事我也都听说了，小姐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多年不见，舅舅依然还是从前模样，半分也未见老。上次见狄小姐还是10多年前，那时珍珍才刚出生，狄小姐也才这么高。唉，当年多亏大夫人救了家妹一命，这个恩洪家是不会忘的，只是可惜了。招人伤心难过的事就不要提了。对，不提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这次来也给狄小姐带了不少东西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反正就捡着女孩子家都稀罕的玩意儿，一样拿了些，凑了2箱子。另外，这些也给狄小姐拿着，喜欢什么就买，别亏着自己。舅舅还能想着阿染，阿染十分感激。礼物收了，这些银票就拿着。掏出来的银子断没有再往回收的道理，你若不要，那我只能撒到大街上去了。那便多谢舅舅了。这就对了嘛。老夫人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既如此，那我也不多留了。明日寿宴可一定得过来热闹热闹。好，大哥，我送你。母亲，洪家人来这么一趟，根本就是来打我们脸的，打之前太后来送东西的脸，打叶氏的脸。太后也真是的，怎不知道给老太太和白星妍带点礼，害我们平白受了这场羞辱。我选了50个花样子，送到华福楼去打制了。回头咱俩分分，一人25个。你再打上10几套头面，你姐姐头面少，以后总能用得上的。好嘞，10几套太多了吧？小姐不必心疼银子，这些银子现在不花，就怕早晚有一天都要落到叶氏的手里。从前大夫人在时，就是什么都省，什么都舍不得用，结果都便宜了别人。当年我母亲她不是妾身不愿说，而是现在实在不是时候。小姐再等等，兰姐姐的仇就是你不报，我也得替她报。冉冉，如果娘回不来，就让燕川带你回歌部去找你的舅舅。那晚原主母亲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为何会说回不来？难道她的死另有隐情？兰姐姐与我何止是有救命之恩？如果当年没有她用命护着，珍珍早在刚刚出生的那一晚就已经死了。血债血偿，天经地义，欠了我们债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夫人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账房那头悄悄来报，原本藏得好好的账册，竟不翼而飞了。账册不是被老太太的人拿走了吗？怎么他们又给弄丢了？不是那个，是咱们藏起来的那本真正的账册。此事定与白鹤然脱不了干系。要不要夜里派人去念熙院寻寻？不必，只要熬过今晚，待明日寿宴后，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。小姐，我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张字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进来的，上头写着一个冉字。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，如今人不来，改写信了。
明天就是夜市的寿宴了，我倒要看看那位石爷会给我带来一场什么样的好戏看。石爷，宫里那位石皇子为何平白无故非要和我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成婚？若我没猜错，这位石爷八成就是宫里那位哭着喊着要娶我为正妃的石皇子。若真是他，赐婚的圣旨接一接也未尝不可。小姐今儿怎的起这么早？往常奴婢不进来叫，您都是赖在榻上不愿起的，就连陪老夫人用早膳都没这样积极过。因为今天是个大日子，不就是过个生辰吗？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饭听戏，年年花府上的银子，却没见往回交过一文。这样的大日子还是少过的好。今年院里的衣裳都由你来洗吧，顺便把自己的手好好刷一刷，省得沾得咱们一身污浊和血腥。是。小丫头厉害了，可比刚从老夫人那儿过来时强多了。这不是怕给二小姐丢脸吗？总不能主子如此强势，身边带的丫鬟却是个怂包，所以奴婢硬着头皮也得给主子您长脸。待寿宴过后，我打算把墨雨的内力还给她，以后咱们身边有一个会武功的丫鬟，出来进去的也安全一些。内力这种东西还得有借有还的，之前我封了她的几处穴道和经脉，只是手法隐晦了些，看起来跟彻底废除没什么两样，可实际上只要将封住的穴道解开，就算是还给她了。可为什么要还给她呀？她是奸细啊！就这样还给了她，那以后咱们还能睡得着觉吗？该不会睡到半夜就被人抹了脖子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是孙猴子，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这身还行吧？小姐，今天二夫人过生辰，您怎么穿了条白裙子啊？白吗？这分明是珍珠的颜色，不是纯白。小姐喜欢就好。以奴婢对小姐的了解，就算换掉这身白裙，你也还有其他的招能让二夫人这个生辰过不痛快。你这丫头有前途。要不要这么巧？奴婢刚还劝了四小姐老半天，让她别穿白的，免得被二夫人说跟办丧似的，不吉利。可二小姐，您怎么也整了这么一身啊？真是我亲姐啊，连穿什么颜色衣裳咱俩都能想一块儿去，可不咋的。死丫头，一遇事就怂，什么吉不吉利的？她说办丧就办丧啊？那我还说，因为我们家姓白，所以我穿白色是代表重视她的生辰呢。再说，她又不是我亲娘，我同她关系又不好。用得着给他留脸吗？就是这个理儿，也不知道镜子看看自己多吓人。今天是母亲生辰，你出来就不怕触了母亲的眉头？快回去，万一母亲瞅你这样不开心，连我都要跟着没好。我若不露面也是不合规矩的，要不我回去想办法遮起来，总不给你找麻烦就是。快走，快走！你是哪个院的？做事笨手笨脚。奴婢是三小姐院子里的，奴婢知错了，请五小姐宽恕奴婢。哟，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，这府上还有个三小姐，多少日子没回来了。今天可是母亲寿宴，她跟她那个狐媚的娘还不打算露面吗？还真把自己当盘菜，我看是想逃过给母亲寿礼吧。切，五妹妹和叶姨娘给母亲送什么好东西了？要说你们可是双重的亲戚。送的礼怎么着也该比旁人更贵重才是，如此才能彰显一族所出的亲近呀。五妹妹，快别藏着掖着了，说说看，你们都送了什么？要你管！我们是近亲，送也是私下里送，怎么可能像你们这些外人一样走那没用的过场？哦，原来我们同为姓白的是外人，你们姓叶的才是近亲。是我孤陋寡闻，你长这么大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。都闹腾什么？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一个一个的简直没有教养。父亲。是五妹妹在罚一个奴婢，因为三妹妹和林姨娘没有回来给母亲送贺寿礼。老爷，三小姐她们什么日子回来，奴婢是真的不知道呀。没规矩的东西！为父亲自给了他们1个月的外假去探亲，如今期限未到，你说这样的话是在跟为父问责。就算有父亲给的外假，可这样的大日子也不回来，就是看不起母亲。看不起母亲，也就是看不起咱们文国公府。女儿这也是在为父亲抱不平。咱们文国公府，五妹刚刚不还在说我们姓白的都是外人，你们姓叶的才是自己人吗？要按你这个逻辑，这座文国公府到底应该姓什么？好像应该姓叶。没良心的东西！待寿宴结束，你就给我滚回叶家，滚回你自己的家去！父亲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礼部刘大人为二夫人贺寿，刑部张大人为二夫人贺寿，户部尚书关大人为二夫人贺寿。你们都给我到前庭安生待着！哼！
发言。大小姐出落的越发好看了，不愧是咱们东秦第一美人。哪里，过誉了。母亲，大姐姐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这俩死丫头居然一人穿了身白裙，这是在咒我。阿冉和珍珍来了，快坐吧。今日客人多，母亲怕是照顾不到你们。母亲真是太客气了，我们本就是白家人，哪里还需要照顾？按理说该由我们帮着母亲招待贵客才对啊。五妹妹说的对，只是真对不住母亲。我刚回府，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做贺礼，想来母亲也不会跟我一个小姑娘计较，便只带来了我最诚挚的问候。心意到了就好，坐吧。敛财倒是一把好手，只可惜目光短浅，看到的都是眼前这点蝇头小利，想赚大钱呢，这辈子是没可能了。二老爷、二夫人到，大嫂，咱们来给您庆贺生辰了，祝大嫂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咱们的二叔白星武，你还有印象没？印象不深，那就对了。咱们这位二叔自视甚高，从来不把我们这些庶出的孩子放在眼里。大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这个岁数过生辰，他竟然祝我寿比南山，这不是摆明了嘲讽我岁数大？哟，大嫂这是有多瞧不上我们家二爷啊？咱们乐呵呵来给你贺福，你却连应都不应一声，这是哪儿又不顺心了？给谁脸色？好好说话，大喜的日子，这么些外人在，你给大嫂留点脸。这二叔武道高手啊！多谢二弟、二弟妹，快坐吧。三老爷、三夫人到，唐小姐到。祝大嫂生辰喜乐，康健无忧。给大伯母请安，祝大伯娘生辰喜乐。童检越发出挑朗，坐吧。谢大嫂。这是原主堂姐白铜钱，原主在京中时，每年过年都会收到她准备的礼物。我听说大哥大嫂感情特别的好，大白天的都留大嫂在书房里歇下。大哥为了陪你睡觉，连朝堂都一连告了好几日的假。没想到咱们家的大哥也是个爱美人不爱前程的情种呢。你这婆娘，当着这么些外人，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大嫂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夫人一向快言快语，不分场合地点，什么话都往外说。这种家事，妯娌之间关起门来唠唠就行了。今日实在不合时宜，还望大嫂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无妨。大嫂年年办寿宴，咱们年年都要给你送礼，家底儿都快送光了。今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，这是家里最后一样值些银子的物件了，还是当年我嫁入国公府时婆婆给的。既然你要收礼，那便送给你吧。那是老夫人送给你的，我怎好要？快收起来，贺礼的事就莫要再提了。哟，那可不行，咱们一家三口是来吃寿宴的，什么礼都不送，可是要被人讲究的。大嫂要是拒不收这对镯子，那咱们只好走了。对，不送礼哪好意思吃饭？走了。若是让他们这么走了，势必会传说因为不给我送礼而被赶出府门的流言。二弟、二弟妹留步，我收下就是了。这才像话嘛！你们陪大嫂吧，我去看看大哥。阿然，还记不记得三叔？三叔挺想你的。当然记得，当年阿冉要被送去洛城，三叔还替我跟父亲说好话来着。三叔没用，护不住你。罢了，过去的事不提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的，有空常去三叔府上玩。想吃什么，叫你婶婶吩咐下人去做。谢谢三叔惦记阿冉。大嫂，不打扰你们聊天了，我先去前院。夫人这身衣裳真是华贵，衬得您越发雍容华贵了。冉冉，这些年在洛城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我瞧你精神劲儿是不错，身子可也恢复了些。
他何止是好了，简直是大好。现在壮的能打死一只老虎。你这丫头，女孩子家家哪有被说成壮的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打一个我看看。我可没那个本事。二姐姐跟从前不一样了，现在厉害了，我终于不用再担心她被人欺负了。那就好。上次听母亲说，你似乎是比从前好了许多，我特别开心。这是你去洛城那年我为你求的平安符，本想赶在你走之前交给你，可惜我还是晚了一步。总归是我的一番心意，冉妹妹就收着吧。谢谢堂姐。贴身带着，百毒不侵。冉冉妹妹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多谢妹妹。你跟堂姐说什么啦？还有都是亲姐妹，人家一个平安符就换了你一只荷包，那我呢？你是不是也该送我点什么？我送你一身功夫还不够，还是你认为一身功夫还赶不上一只荷包？若是那样的话，我反倒省事了。大道理我是讲不过你，不过一身功夫肯定比一只荷包好。你既然这样说，我便放过你吧。荷包什么的就不跟你要了。等寿宴结束，我空闲下来也给你准备一只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迎春，你去。二夫人，禀二夫人，燕王殿下向二夫人道寿喜来了。另外，大殿下和六殿下的车驾也快到了，老爷让奴才来请夫人小姐们都到前院去。燕王殿下来了，还有大殿下和六殿下也都在路上。是。一个臣父过生辰，竟能惊动3位皇子齐贺，这文国公府的面子也太大了。燕王殿下已经入席了，老夫人那头也差了人去请，二夫人也准备一下过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以往看在姑母的面子上，都只会派1位殿下过来道个喜，没想到今年竟一下子来了3位殿下，这真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呢。母亲，我们走吧，莫让燕王殿下等急了。诸位夫人小姐，请随我一起到前院去吧。是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走，咱们也看热闹去。参见燕王殿下。惊鸿见过二殿下，多日不见，二殿下一切可好？多谢大小姐惦记，本王一切都好。大小姐呢？可都顺意？大小姐可是有话要对本王说？殿下，惊鸿给您缝制了一个护腿，本想寿宴过后着人给您送到燕王府去呢。既然殿下来了，一会儿便捎带着取走吧。九殿下到。九殿下，我没听错吧？九殿下一向不参与任何宴席，就连宫宴都甚少露面，他怎么会到这儿来？10殿下没来，9殿下怎么来了？阎王殿之主果然气势非凡，九皇子的到来跟那位十爷所讲的好戏应该是相互关联的。主母生辰，她穿了一身白，这是带孝呢，还是奔丧呢？有意思，难怪老师如此中意她。能不能稍微收敛点儿？磕头呢？美男全民共享嘛，看一眼又不犯法，你不看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好看是好看，问题是吃人啊！吃人？白家养出的孩子真是……承蒙九殿下看得起，臣不胜感激。都起来吧。谢九殿下。二哥，九弟也来了，快坐吧。二哥平日不常出门，怎的今儿个肯来凑这个热闹？
一个一个穿得花枝招展，像什么样子？九弟，他们是来贺寿的，自然要穿得喜庆一些。贺寿也得分是什么寿，这种寿就该严肃对待，该像那2位小姐那样。他是在夸咱俩吗？听起来应该是。那咱们用不用谢恩呀？不用，再听听他还说什么。什么叫这种寿就该严肃对待？为何大喜的日子里穿白裙子，却要成为被夸赞的对象啊？人家过生辰，他们穿一身白，给谁带笑呢？会不会喜？可他们被九殿下夸了耶，我们要不要配合一下？这2位是国公府上的小姐吧？真是清新脱俗，好漂亮的打扮，实在是又合乎身份，又适宜场合。是啊，是啊，2位小姐真是妙人啊！九弟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今儿是白家主母的寿宴，难道不是喜事？喜从何来啊？这寿宴啊！冥寿也算寿吗？冥寿？我还没死呢，这九皇子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你过来。你上哪儿去？他是叫我呢。哎妈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跟我说话呢。白鹤冉见过九殿下。本王听闻你母亲过寿，故而亲来拜贺，算是替师弟表上一份心意。只是没想到文国公府的风气竟是这样的。白星言，你家先夫人冥寿，你却大摆宴席，广邀宾朋，他们还一个个都穿红挂绿的，这究竟是哪国的风俗？大哥，感情这九皇子是把叶氏的生辰当成是先夫人的生辰了。这喝错了寿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可问题是2位夫人一个死一个活，好好的喜宴被他当成冥寿来庆贺，这可就太尴尬了。哟，怪不得门口抬了那么多冥礼，还有几个工人在烧纸钱。闹了半天，今儿个是白家上一任当家主母的冥寿啊，这误会可就大了。本王还带了喜礼过来，赶紧去寿衣铺子扎些纸人过来，纸钱也多买些，着人蹲在门口一起烧。是。父亲，快说句话呀！殿下弄错了，今日是府上现任夫人的生辰，是正儿八经的喜事，真不是冥寿啊！没错，九弟你误会了。误会？你是怎么跟本王说的？今日不是本王这位弟妹的母亲过寿吗？这皇家的人一个个的都挺能攀亲啊！我圣旨还没接呢，这弟妹都叫上了，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。回九殿下，奴才的确是这样回禀的，那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本王解释解释，也跟白家的人好好问问，今儿到底是谁的生辰。不久前，白家狄小姐亲口对奴才说，再过几日就是母亲寿辰。当时二夫人也在场，并没有对此提出疑义。怎的今儿个殿下带着精心备下的冥礼来了，却又变成了二夫人的寿宴？文国公，你这是诈骗啊！国公爷，您倒是给个话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本国公也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到底是谁告诉你今天是淳于氏的生辰的？哟，殿下，奴才可不敢问了，国公爷脾气太大了，这万一要是一言不合，下令把奴才的脑袋给砍了，奴才可就没命再侍候皇上了。国公爷好大的脾气。臣不敢请殿下恕罪。不恕。你继续说，
文国公若再冲你吆喝，本王就把他舌头给割了。文国公好歹也是1等侯爵，九弟多少也该给他留些颜面。哦，看来二哥同文国公府关系不凡，往来甚密啊。拒党营私可是朝中大忌，二哥可莫要犯了忌讳。若今日真惹恼了九弟，保不齐明天他递上去的奏折里就会出现白家一系列罪证，且条条要命。我不能跟九弟作对，我得给惊鸿一个完整的家。京中人人皆知，白家狄小姐的母亲是淳于郡主。既然是狄小姐的母亲过寿，那自然就是淳于郡主的冥寿。这道理不对吗？国公爷，您要是说不对，那奴才可得跟你好好问问，你们家为何要求生母过世的狄小姐跟一位续弦的平妻叫母亲？这又是哪个朝廷交给白家的规矩？东秦有律，发妻所生之嫡子嫡女，只尊发妻一人为母，对续弦者无需以母亲相称。国公爷，奴才说的可对？是。当初叶氏进门，白星言为显对叶氏的重视，要求白鹤染称叶氏为母亲。他今日若敢承认，那可就是触犯东秦律例的大罪。师爷这出戏安排的真是妙啊！来人，将本王送给白家主母的寿礼都抬进来。九殿下、十殿下为文国公府当家主母贺寿，送白夫人各类名饰19箱，4季名服35套。令十殿下特命玉宝寺高僧为白夫人诵经祈福，7期49天。人才啊，霸气啊！那个懦弱的死瘸子根本就指望不上，连个大气都不敢喘。九殿下，您看奴才没弄错吧？这白家二夫人和大小姐已经开始哭丧了。哼！臣女多谢两位殿下惦记着家母，只是殿下真的弄错了，今日并非臣女生母的冥寿，而是府上现任当家主母的喜寿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为何不是生母冥寿，还要告诉江月是你母亲的寿宴？臣女儿时丧母，父亲又续行娶了平妻，要求臣女必须称续弦之妻为母亲，因为二夫人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只有我叫了母亲，方能彰显她的尊贵。臣女人微言轻，也不想给家族惹来麻烦。我们白家除了一个世袭的爵位外，什么都没有，是招惹不起新夫人和太后娘娘的。所以臣女只能听从父亲的话，放弃嫡女的自尊，称新夫人为母亲。装得再像点儿。不太会啊，你好歹挤2滴眼泪啊，不能干打雷不下雨。说的也是，白家这2个女儿，该不是生出来搞笑的吧？温国公，在你们白家人眼里，太后的侄女比东秦律法还要重要。国公爷，藐视东秦律法的罪可不轻啊！臣绝没有那个意思。东秦律法在臣心里大过天，
臣是说什么也不敢心存不敬，更谈不上藐视啊！那你倒是给本王说说，为何执意要求嫡女称呼平妻为其母亲？白鹤然究竟是什么时候跟九殿下连了手的？很多府上都是这样的，并不是只有我们家。殿下可以打听打听。若真要追究，也不该只有我们一家倒霉。白花颜啊，白花颜，如果说之前九皇子只是捅了白心妍一刀，那你无疑就是在父亲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盐。畜生！你给老子闭嘴！白家小姐什么意思？我们好心好意前来祝寿，竟要遭你如此栽赃！就是，什么叫不能你们一家倒霉？你还想让谁家倒霉？国公爷，我们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有对你不敬之处？竟要让你关起门来如此陷害！白家这是要将咱们一锅端了呀！心肠之歹毒，真是比之蛇蝎更胜虎狼。如此不遵东秦律法之事，臣等不敢苟同，请九殿下明鉴啊！叶氏，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孩子？老夫人，我白家一向待你为上宾，星颜是又敬你又怕你，未免你一个不高兴就搬出太后来压着我们。他不得不让他那苦命发妻留下的嫡女也叫你一声母亲。可你呢？你是如何回报我白家的？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？星颜，叶氏他怂恿着你那小女儿胡说八道，你问问他到底是要干什么？祖母一句话直接就把所有的罪转嫁到叶氏头上，不但解了白心妍的仕途危机，也能让我这出戏唱下去，且还能唱得更精彩热闹。咱们的祖母越来越狡猾了，能在侯爵府大浪淘沙中活成现任文国公的生母，怎么可能没有些手段？老爷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叫花颜这么说话。叶家大老爷到！参见三位殿下。大哥，本王同十殿下的礼既然送了，总没有再带回去的道理。是送给谁的礼，谁就收着吧。这该怎么收啊？礼是明礼，人是死人，难不成当场烧了？臣女替母亲叩谢两位殿下恩典，皆明礼。好，既然接了，东西自是要给先夫人送去的。将本王与十殿下的贺寿礼集中到一处，对着白家大夫人的牌位都给烧了吧。是。殿下，依奴才看，应该给大夫人也摆上一桌。虽然生辰这个事儿整误会了，但既然赶上了，那就说明大夫人同二夫人还是有些缘分的，便当个日子给过了吧。什么叫当日子给过了？这是我的生辰，凭什么当个日子给死人过？江公公如此提议是不是过分了？再怎么说这也是喜宴，既然前面都是误会，那为何后头还要将误会继续下去？哟，全烟啊，奴才今日说的话可都是十殿下交代的，你有意见找十殿下说去。哦，对了，今儿九殿下也在呢，那些明礼也有他一份，要不你跟九殿下问问？本王做主的事，是你有意见，还是德福宫里的太后有意见？没有没有，奴婢万万不敢。太后娘娘一向不过问宫外之事，今日奴婢过来也就是送个贺礼，送完了就要回去的。眼下可送完了？送完了，送完了，奴婢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回去告诉太后，本王忙完了就去给他老人家请安，顺便请教一下，
发妻生的嫡女要向续前平妻叫母亲，这是怎么个道理？都杵着干什么呢？没瞧见你们全烟姑姑连路都走不好了吗？还不快上去扶一把，赶紧送全烟姑姑出府啊！是。